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老师讲那个含胸拔背的，就是胸骨、肋骨运动。对。吸起来，然后胸椎打开。对。然后放下去的时候，老师说，保持到胸椎是开的。那个胸椎往上那是我没有感觉，就是胸。可是你吸饱的时候，是不是感觉到胸椎起来了？对。然后你开始练，就是它已经起来了嘛。当你吐气的时候，你只让胸椎落，只让胸廓落，不要让胸椎落。好难。不会啊。练习。放下来的时候，你放下，你不要一整个放。那这样子，我胸椎后面的竖脊肌就会拉紧。它是松的伸展。我如果不要让胸椎落的话，竖脊肌就要拉着。是啊。拉着我的胸椎。对。但是当我们在深呼吸的时候哈，它被拉起来，它不是我们用力量去把它拉起来的。是因为我们吸气进去，它是被气的扩充、肋骨的伸展，把它拉起来的。老师，我再讲清楚一点，我吸气，然后靠近脊椎，胸椎靠近体腔的那一侧的一节一节打开。对。好，这时候我吐气。对。胸廓变小。对。这时候我为了就吐气的过程，我为了不要让我的胸椎就是放下，就是放下去，对，所以我竖脊肌要拉着。这样子我怎么会？你摸摸我，你摸摸我的，你用双手，你摸摸看哈。好，我现在是这样子哈。好，我吸。它是不是有开？有开嘛哈？有开，我现在要吐。我保持到这个。这样子。我不懂哎，你是说胸椎相对于胸廓相对于胸椎相对位置，感觉它有像，可是其实它在原本的位置。对。对。那这样我可以。那我懂，你用吸气把那个胸椎拉起来了嘛？对。你吐气的时候就让它维持在那个地方。对，那是相对。对。如果像这边，我就不会觉得说它有往上。对，你不是要刻意去拉它，只是让它稳定在那个地方，而不是这样子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是用吸气帮助把胸椎拉起来嘛，拉起来了以后，我维持到它胸廓落，胸椎一样啊。胸椎没有落，所以这个是体会什么？这是体会到，当我们的胸廓落下去的时候，胸椎其实它是往上拔开的，这样子。拔开就维持住的。对。然后你的胸椎拔开往上顶，是不是顶到这个大椎了？大椎就从下往上，大椎被顶住了嘛？大椎就稳定了。大椎稳定以后，颈椎才可以放到大椎上面。有一个问题就是我2片肩胛骨是粘在身上，也很接近这个大椎。对。它不会也把这个往下拉，就是2片肩胛骨。你是说我胸椎开的时候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做的时候，我很自然的肩胛骨的力量会往这个点带。那是不是你吸的时候会抬肩？就是这样以后带下去，我就会觉得。你要正，你吸气的时候哈，你吸还要满，你要吸上，吸上来到这边，好，到这边了，好吐，这不要落。没有啊，它松掉了。肩胛骨不要用力。没有啊。有没有？所以胸椎是被动的，是被肋骨撑开的，不是你用后背的哪里去把它撑开，
不是的。所以当我们不用深呼吸的时候呢，我不用深呼吸，我只让胸廓往下落，我的胸廓重量往下一落的时候，我的胸椎就起来了。有体会吗？所以要把前后区分开。哎，啊，这样。这个深呼吸啊，深呼吸啊，现在很多人，现在的人啊，比较没有做深呼吸，所以做深呼吸做起来很困难。很多人做深呼吸是用喉咙做的，是这样吸的，是这样吸的，这样吸的啊。当我们做深呼吸的时候啊，呼吸道、胸都要松。你可以先从哪吸起呢？你可以先从肋骨的下面，先从下面吸起。你放松以后，你吸不满没关系，你先从这边。你的吸气先要让这边能够做开合，这里。先要让这边你自己摸，你呼吸的时候要把这个地方，当你这边做到最大开合，你会感觉到这个地方就开了。然后呢，当你这边会做满了以后，然后你就往上移啊，这边吸，吸到这边，从最底层，因为这边是最容易吸的，它最大。它最大，这边小。我们以肺来讲的话嘛，这边大嘛，这边小嘛，这是肺尖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你先从这个能够吸起来，然后吸，你就会到上面去了。所以你的呼吸先要有力量，呼吸有力量，你才能用呼吸用吸气来驱动你的肋骨，驱动它张开，晓得吗？呼吸没有力量，一般呼吸这种呼吸你驱动不了肋骨的，你的肺没有开，肺没有张开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先要这个，像他们游泳，你们游泳当中，你吸气是吸到哪去？啊？你不知道，你们吸得很短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他们游泳啊，不可能说开了做一个深呼吸的，不行的，是吧？没有。他们教练没有教到这么细，但是他们教练会希望说是用胸腔去。胸腔很大啊，他们一般是用这边，因为快，就这样，还有就这样子嘛，这边快嘛，所以他们的气其实没有吸满，因为他没有时间吸满，也不可能吸满，吸的时间太长就呛到了嘛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先练习，你能够从下面能够把它吸满，这个时候你的横膈膜才会有力量，横膈膜有力量，横膈膜有力量，横膈膜张开啊，张开你的肋骨，你的肋骨才会张。然后因为肋骨之间有筋膜嘛。所以一般的人，他从小到大，他这边没有锻炼过，他的肋骨没有张开，那个空间没有张开的足够，所以那边的间隙他很难做大。所以你就要用慢慢的这种深呼吸，让肋骨之间的间隙变大。最好的训练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啊？咳嗽。所以你咳嗽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很严重的哈，一般的感冒或什么咳嗽啊，你先不要治，你先给他咳个三天。因为咳嗽是一个很有力量的，那个气是很有力量的喷发，那个时候你的横膈膜的那个活动度啊会非常大，所以你会觉得你咳了一段时间，这边会酸痛。是
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你那个时候你的肋骨的那个活动度才出来，那个的伸展度，那个的爆发，不是我们平常做深呼吸能够达到的。所以你先给他咳个1-2天，你觉得有点酸痛了，你再去吃药，那是很好的，那是很好的训练，知道吗？那如果没有，你也不要故意去搞成咳嗽，你就是用这个慢慢吸，吸从下面开始，一般的是什么？一般像他们现在很注重跑步嘛，用这种，你用那个无氧运动做出来的那个喘息，那个时候的肺的那个动能跟肋骨之间的那个活动量也是很大的。这跟那个练核心有没有？核心是另外一回事情。所以如果练了核心，这边就可以比较不会。有的时候现在的练核心的方式反而限制了肋骨的活动，对，因为他们是用肌肉来练核心。不是就要练肌肉吗？不对，我们很简单嘛，你如果练这边，你练了6块肌、8块肌，不要多，你练4块好了，你的身体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你的身体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是吧？是吧？这边就伸不开啦，这里就伸不开啦，因为这个肌肉它变紧了嘛，这里肌肉变紧了，它把你的身体往这里拉，你的肋骨就伸不开了嘛。这样不懂？那你上次说要练什么？六条筋。我们是练筋。对，那中间的筋是指哪里？中间的筋，我们这边你去看，这有那个在中央的时候啊，在这边它有一条白色的你去看那个解剖图的话，这里有一条白的。因为你不能练核心，又不能那个，不是不能练核心，用筋来练核心，不是用肌肉练核心。怎么练这个筋？我不是教过很多方法吗？我教一堆的方法。最简单的，我不是说靠到墙这样子吗？你把肌肉放掉，你所有的这种不平衡的支撑，你支撑住，把肌肉放掉以后，那个压力就到筋去了。你不要用肌肉去撑着，晓得吗？所以很多的练习表面看是一样，可是我一看他用力的方式是什么，就不对。像健身房练这个，拉这个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也是啊，我们国术也有。我以前教你们，在公园教你们，也是用橡皮管跟铁链嘛，拉这个。这是练什么？这也是练那个筋的弹性啊，弹抖劲啊。那你要用筋才行啊。可是你在健身房里面，你就会变成用肌肉啊，晓得吗？所以看起来是一样的练习的道具，练同样的东西，可是实际上内涵是不一样的。就是你的认知是什么？所以我说健身房的东西都可以用，只是你用什么观念来用。所以我们现在不一定要回到老祖宗的时候用石头做的那个石担子啊，或者那些乡下的那些东西来练功，不用。现在有很多很方便的，只是说你要知道怎么使用它而已，来对我们有所帮助。听不懂？所以现在练，你愿意练的话，现在的东西很方便，
很方便，相当多，啊，好，还有问题吗？哎，那个我刚刚看老师可能在笑的时候，那个这边会有那种提起来的感觉，是因为是啊，平常已经习惯说，就是这边都只能是提。我不是故意提它，是已经习惯，而是我们一用力，你看我讲话，我上课讲话讲3小时多，我越讲这个地方它越紧，它是提起来的，所以我们习惯了，当我们一用讲话或者什么一用力量的时候啊，这个下面就提住了，所以那个力量是下去再上来的，下去再上来。那个体是就是提示这个下去的、那对个。你吐气的时候，它下去，它卷上来的那个，你练出来有了那个东西，当你一用劲的时候，它就起来了，晓得吗？哎，那个东西，当我几年前腰开刀的时候啊，尤其是打全身麻醉，我觉得全身麻醉对这个东西练功的人伤害非常大，那个我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个再练起来，因为全身麻醉的时候你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，那个身体是完全没有控制的，所以会散掉。那当你练出来了以后，慢慢，它会越来越扎实，它下来这里，它的卷是往这边卷，还是往前卷，往后卷？往下去以后往回卷，就跟我们那种尾巴那个一样，尾巴。对，下去以后往回卷，所以它不是你收尾捋，它不是你去做的外表动作的收尾捋。它是气下去了以后，它到那个地方去，它自然卷起来了，而把后面那个地方带上来的，所以底下就拖住了嘛，对，好，还有问题吗？